马儿要吃草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马自达 CX-5会存活下来吗？考虑到随着 CX-60的出现而摇摆不定的阵容，马自达有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？首款 SUV CX-60登场，马自达的 SUV CX-5会被 CX-60取代吗？不知是否有车主在某种意义上感到担忧或担心？突然停止销售畅销车是不可想象的。CX-5去年在美国市场销售了151594辆，它是美国马自达的畅销车。而在日本，具体的销量数据还不确定，但马自达最畅销的是马自达2 ，CX-5的销量位居第2，也就是说，2012年诞生，2017年改款，迈向2代的 CX-5依然卖得异常火爆。另一方面 ，CX-50诞生于美国市场，这辆车使用与 CX-5相同的平台和引擎。而现在，北美马自达的 SUV 阵容包括 CX-30、CX-5、CX-50、CX-9， 但很快 CX-90将诞生取代 CX-9， 以及2023年其中 CX-70也将登场。这台 CX-70据说是日系 CX-60的美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会出现30、50、70、90这2位数的车名。日本呢，目前阵容包括 CX-3、CX-30、CX-5、CX-60和 CX-8， 也就是说，目前2位数的名字只有 CX-30和 CX-60。但是这样看，可以看出马自达开始用2位数的名字来代替了。随着 CX-30的推出，北美市场停止销售 CX-3， 并且据说 CX-9的销售将随着 CX-90的出现而结束。既然如此，去年 CX-50就诞生了，那么 CX-5的作用就结束了。据说 CX-5的需求量很大，主要是生活用车，无法想象一下子推出畅销车。甚至在日本，我也无法想象 CX-60会取代横置的 FWD CX-5，CX-5全面超越 CX-60。出于这个原因，可以合理的假设 CX-5的销量将暂时保持不变。但根据最可靠的美国汽车新闻， CX-5的销量与 CX-3一样，将处于2023年底或预计2024年初结束。好吧，他们已经推出了 CX-50来取代它，所以我认为这不是问题。那么日本市场会推出 CX-50吗？关于这一点， CX-50的宽度不适合日本市场，所以就不介绍了。所以宣传解释，但是那样的话，在日本就没有能够替代 CX-5的车型了。对应美国 CX-9的型号是日本的 CX-8， 而美国的 CX-70就是日本的 CX-60， 所以不难想象日版的新款 CX-90很可能被称为 CX-80。坦率地说， CX-5是一款杰作。这一次我再次试驾，更加强化了那种感觉。CX-60还有早期不成熟的部分。CX-5目前在整体平衡性、平顺性和静音性方面已经超越了 CX-60。当然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关系会在产品稳定下来大约1年后发生逆转，但 CX-5的强项是其高性价比高于一切，价格范围重叠。在日本比较底价， CX-60比 CX-5略高20万日元，而 CX-60的最高配版是售价626.45万日元的 PHEV Premium Sports， 虽然与 CX-5顶配417万100日元的购成区间相差较大，但据说暂时是大多数 CX-5用户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价格区间肯定有重叠，但买不起总长165毫米、总宽45毫米的 CX-60的用户似乎不少。但是如果降级到 CX-30， 尺寸比 CX-5小了180毫米，整体宽度小了50毫米，换 CX-5就比较困难了。马自达的结论已经出来了，所以结论是 CX-5还是需要延续，或者是同尺寸的新车型来取而代之。再次试驾，感觉它绝对是当今最值得买的 SUV 之一。
比如它的实惠性和易操控性，加上产品几乎每年都有改进，车的成熟度极高，在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。